你有没有发现，人生中最难开始的，往往不是那些困难的事，而是那些重要的事。越重要，越不敢动，越是可能改变命运，越是无限期搁置。你此刻是不是正守着这么一件事？也许是那份能让你踏入梦想公司的简历，也许是那场能颠覆你职业生涯的提案，也许是你筹备了3年还没有动工的创业，也许是一本你写了10年还停在开篇第1页的小说，你把它置顶在手机备忘录里，你为它专门买了一个昂贵的笔记本，你收藏了上百条教程，你关注了所有相关领域的行家，你甚至报名参加了3场线下讲座。在外人眼里，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什么也没干。你只是在一个又一个深夜，翻看着别人的成功故事，然后被巨大的焦虑与羞愧淹没。你告诉自己，这件事太重要了，我必须等到状态最好的那一天。于是你去整理书桌，去剃掉胡须，去备份手机照片，去研究哪款台灯护眼。你把这些仪式感命名为准备工作。你以为你在靠近梦想，其实你在逃离战场。1个月过去了，3个月过去了，1年过去了，那个文档还是空白的，那份简历还是模板，那个梦想还是梦。你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自我怀疑。你问自己，我是不是根本没有能力？我是不是注定一事无成？我是不是根本不配拥有那个未来？停，够了。今天我想替你撕开这层厚厚的谎言。你不是懒，你不是弱，你也不差，你只是被一种叫做完美主义的东西绑架了。而它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专挑你人生里最重要的那些事下手，然后用一把温柔到看不见的刀，一刀一刀地割掉你所有的勇气。如果你也正在被这种状态困住，别忘了点个订阅，收藏这条视频。今天的内容可能真的会改变你接下来的人生心理学。把这种现象叫高重要性拖延，它翻译过来就是你拖的永远不是小事，你拖的恰恰是你内心深处最在乎的大事。你拖延的不是任务本身，你拖延的是你真实的人生。100年前，在德国柏林一间喧闹的餐厅里，一个叫蔡格尼克的年轻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注意到那家餐厅的服务生拥有一种近乎离奇的记忆力。每一桌的订单，谁要了3分熟的牛排，谁备注了不要洋葱，谁加了双份浓缩，服务生都记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可只要客人一结账，服务生就像被人按下删除键一样，瞬间把这些细节忘个精光，仿佛大脑里有一座仓库，未结账的订单是待处理的货物，必须牢牢看管。一旦结账，任务完成，立即清仓。蔡格尼克被这个现象迷住了。他回到实验室，做了一系列测试，最终总结出一个著名的结论：人的大脑天然无法忍受未完成的事情，所有尚未完成的任务都会被大脑强制留在运行区，反复提醒，反复消耗，就像一台潜伏在你手机后台的高耗能 APP。 你以为你没有在想它，可它的电量正在一点一点地偷走你。这就是心理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蔡格尼克效应。此后100年，无数研究反复验证了这件事。未完成的事会寄生在你的脑海里，你吃饭的时候，它在你走路的时候，它在你半夜醒来，盯着天花板，它还在。它没有体积，没有重量，可它比任何巨石都压得人心慌。它不会放过你，除非你做完了它。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我去把它做完，不就行了吗？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你的大脑还有另一条路，一条让你不必真正动手，也能暂时催眠自己的路。这条路叫做幻想。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神经科学家舒尔茨在一间实验室里给猴子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
他训练猴子，只要听到一段特定的铃声，等上1秒，就会有一滴甜甜的果汁送到嘴边。与此同时，仪器正在记录猴子大脑里的电信号。结果，一个颠覆性的画面出现了。猴子大脑中负责奖赏的区域，多巴胺神经元，在铃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就疯狂地放电了。请注意，那一刻，猴子还没有喝到果汁，他只是预感到果汁会来，他的大脑就已经提前释放了奖赏。舒尔茨由此得出一个划时代的结论：多巴胺奖励的从来不是获得的喜悦，而是期待的兴奋。你的大脑真正上瘾的不是成功本身，而是成功到来之前那种让人浑身发麻的想象。听到这里，聪明的你是不是已经头皮发麻了？想想你自己吧，你面对那份简历迟迟不肯打开文档，可你痛苦吗？你非但不痛苦，你简直快乐得要命，因为你的大脑正在为你播放一部巨制。你按下发送键， HR 眼睛一亮，面试官连连点头，你侃侃而谈，你从容不迫，你拿下了 offer。 你甚至想到了入职第一天的阳光，想到了工位上那盆绿植，想到了庆祝时该点什么菜。多巴胺在这一刻像洪流一样涌过你的大脑，你体会到了成功的快感。然后呢，你心满意足地退出文档，你关上电脑，你心安理得地刷起了手机。你看明白了吗？你被自己的大脑骗了。你以为你在为梦想奋斗，实际上你只是在为幻想付费。每一次幻想都等于在脑海里预知一次成功，预知完了，动力就清空了。你根本不需要真的去写那份简历，因为你已经在想象中拿到了那份工作。你不需要真的开始创业，因为你已经在想象中登上了人生巅峰。多巴胺的陷阱在于它让幻想变得比现实更诱人，于是一个可怕的循环诞生了。目标越重要，你越爱幻想，越是幻想，你越不想动手，越不动手，你离真实的自己就越远。你被困在了一个永远美好的幻想里，而你真正的人生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一片废墟。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完美主义者会掉进这个陷阱里？心理学家希金斯给出过一个精确的剖析，他提出了一套自我差异理论，意思是每个人的心里其实同时住着3个自己。第一个是现实中的自己，此刻的、真实的，会懒惰、会犯错、会害怕的那个自己。第二个是理想中的自己，是你幻想中那个无比完美的形象，光芒万丈，毫无瑕疵。第三个是应该成为的自己，是那个被道德、责任、他人的期待层层包裹的必须的自己。希金斯发现，当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人会陷入沮丧；当现实与应该差距太大，人会陷入焦虑。而完美主义者恰恰是这3种自我之间落差最悬殊的一群人。他们心中的理想自己完美的可以发光，他们心中的应该自己严厉的近乎残暴，而现实中的自己却被他们贬低的一文不值。每一天，他们都在这个巨大的裂缝里来回坠落。白天，他们靠着幻想里的成功续命；深夜，他们掐着现实里的失败自虐。这就是完美主义者最深的悲哀。他们一辈子都在拿理想中的完美审判现实中的自己，他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于是，那个重要的任务就变成了一面照妖镜，你不敢靠近它，因为一旦靠近，你就必须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此刻的你确实还不会，确实还不行，确实还不配。于是你逃了，你逃进幻想里，逃进那个完美的平行世界。在那里，你永远是赢家。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平行世界空无一人，那个世界里的你是不存在的。100多年前，有一个叫卡夫卡的年轻人，就这样在幻想与现实的夹缝中
逃了一辈子。白天，他是保险公司里一名普通的职员，穿着灰色的西装，低着头，处理着一摞又一摞枯燥的工伤理赔报告。同事们评价他沉默、礼貌，毫不起眼。可到了深夜，卡夫卡变了一个人。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写出了日后震动世界的变形记审判与城堡。你绝对想不到，这位被后世称为文学圣徒的作家，活着的时候从没觉得自己写得够好过。他反复修改，反复推翻，他无数次撕毁自己的手稿。他觉得每一个字都配不上他心中那个恢宏的故事。他越珍视写作，就越害怕下笔；他越是向往伟大，就越痛恨自己的平庸。在他看来，笔尖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对脑中幻想的亵渎。在他生命的尽头，他做了一件事。他托付好友马克思·布罗德，等我死了，请把我所有的文稿全部烧掉，烧得干干净净，一份都不要留。在卡夫卡心里，这些残次品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幸运的是，布罗德违背了他的遗愿，他悄悄把这些文稿留下、整理、出版。于是，人类文学史上多了一座永恒的高峰。可卡夫卡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伟大，他到死都以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他到死都没有被自己放过。你看，完美主义就是有这么狠毒，它可以让一个旷世天才活成一场自我审判。他用幻想中那个完美的自己囚禁了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一生。卡夫卡明明写出了不朽，却亲手判定自己死刑。而你会不会正在用同样的方式埋没自己？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对高重要性拖延做一次彻底解剖了。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这么牢固？神经科学给出的答案有一点残酷。拖延的真相是大脑里两套系统的战争。第一套系统是位于额头后方的前额叶皮层，它是大脑的 CEO， 负责规划未来，负责理性决策，负责把遥远的梦想翻译成此刻的行动。他知道那个任务有多重要。第二套系统是深埋大脑内侧的杏仁核，它是大脑的原始警报器，从4亿年前就存在，专职负责一件最古老的事：识别危险，触发恐惧。当你把一件事看得太重，重到仿佛失败了，人生就要崩塌，杏仁核就会瞬间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它向全身上下发送信号：危险，快逃！于是恐慌开始了。而最讽刺的事情紧接着就发生了。高强度的恐惧恰恰会抑制前额叶的工作。科学家发现，人在高压状态下，前额叶的供血会减少，功能会被抑制。也就是说，你越害怕搞砸，你的理性脑就越掉线。你越焦虑，你越是没法好好思考。你越是没法思考，你越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你越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你越不敢开始。一个完美的死循环就这样形成了。任务越重要，恐惧越强烈，恐惧越强烈，理性越瘫痪，理性越瘫痪，你越拖，你越拖，内疚越重，内疚越重，你越需要逃避。而逃避的出口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幻想。幻想给你多巴胺，多巴胺给你暂时的安宁。可幻觉消退之后，任务还在，恐惧还在，那个现实的你也还在原地。加拿大一位研究拖延多年的学者皮屈尔，最终给出了一个震碎常识的判断。他说，拖延从来不是时间管理问题，而是情绪管理问题。你不是懒，你只是还没有学会跟自己的焦虑好好相处，你只是选择了世界上最轻松的方式来止痛，那就是不去看它，不去碰它，不去承认它。可你知道吗？被你拒绝承认的焦虑并不会消失，它只会藏起来，悄悄等你，等到夜深人静，再倾巢而出，
让你失眠，让你惊醒，让你的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而在完美主义者身上还盘旋着一种更顽固的思维方式，心理学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全有或全无。在他们的世界词典里，一件事只存在两种状态，要么完美，要么粉碎，没有及格线，没有进步空间，没有渐入佳境。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等于给行动的大门焊上了一把铁锁，因为只要动手，就一定会暴露不完美。第一稿会暴露生涩，第一次尝试会暴露笨拙，而完美主义者的心底藏着一个绝不能被推翻的信念：只要我不做，我就还是那个可能完美的我。一旦我做了，万一暴露了呢？万一我根本不如想象中有才华呢？万一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普通人呢？这个念头太可怕了。于是他们宁可留下一个永不起风的传说，也不愿目睹一个笨拙的开局。他们宁愿让幻想永远保鲜，也不肯让它在现实中被打碎。更隐蔽的是，完美主义者还有一种残忍的习惯，叫自我妨碍。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人，大考前夜通宵打游戏，重要提案前突然开始脱稿，第一次见客户故意迟到15分钟。外人看着觉得他们是在作死，可他们自己的潜意识精算得明明白白。如果失败了，我可以解释，因为我没认真准备。这样，我依然是那个隐藏的高手，我只是懒得出手而已。我依旧是那个没被证明失败的人。用一次真实的失败交换一个我其实很厉害的完美想象，这笔买卖在完美主义者心里划算极了，他们宁可用余生来后悔，也不愿用此刻来面对。这就是完美主义最狰狞的一面，他对自己的主人比对任何敌人都要残忍。你还记得那条倒 U 型曲线吗？心理学家耶克斯和多德森发现，人的表现与压力水平之间存在一条经典的曲线，压力太低，人会懈怠，懒得动弹；压力适中，人的状态最佳，效率最高。压力一旦过高，表现就会断崖式下跌。完美主义者恰恰永远站在曲线最右侧，那个压力爆表，表现最差的区域。他们以为给自己加压是在追求卓越，实际上他们只是亲手把油门踩进了沼泽。而心理学家米哈里在追踪那些体验过巅峰状态的人时，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心流只发生在挑战与能力刚好匹配的时候。挑战稍稍高于能力，人会兴奋；挑战远超能力，人就只剩下煎熬。完美主义者呢？他们给人生设的挑战永远是150%，于是他们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酣畅淋漓，只有喘不过气的压迫感。他们用最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却从未体验过成功的喜悦。他们用一场永远不会及格的考试折磨自己，却反过来责怪自己不够努力。这是完美主义最令人心碎的代价。如果读到这里，你还没有倒吸一口凉气，那么接下来的场景一定会让你后背发凉。这套机制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无声地运行着。职场上，它是那份改了10几版却始终没有提交的方案。你在对话框里打下一段话，又删掉，再打，又删。你总觉得还没到最好的状态，你总觉得还有一处措辞可以更精准。于是，机会在别处开了花。你看着那个跳槽的同事，看着那个升职的对手，只能苦涩地安慰自己：如果当时我出手，他一定不是我的对手。可你心里清楚，你连出手的资格都是自己放弃的。家庭里，它是那些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话。你很想告诉父母，对不起，这些年我太忙了，其实我很爱你们。你很想抱住伴侣，说一句，这些年你辛苦了。你很想摸摸孩子的头，说爸爸只是嘴笨，但真的很在乎你。可你觉得气氛不对，时机未到，自己还没有足够成熟。于是这些话被吞回肚子里，在沉默中腐烂，变成日后无法弥补的遗憾。
个人成长里，它是你那张办了3年连塑封都没拆的健身卡，是你下单了全套装备却一直没敢报名的马拉松，是你背了无数遍始终停在第1页的单词书，是你偷偷喜欢了那个人3年却始终没能开口说出的那句嗨，我其实一直很欣赏你。甚至它还是你手机相册里那张修了3个小时却始终没有发出去的照片。你觉得头发不够完美，光线不够完美，表情不够完美，于是那个本想分享生活的瞬间被永远锁在了废稿箱里。你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些被你搁置的大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和你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死死地绑在一起。你怕的根本不是任务失败，你怕的是失败之后你必须承认，原来我真的不够好。所以你拖延的从来不是工作，你逃避的是你害怕承认的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你囚禁的也不是时间，你囚禁的是你自己真实的人生。好在这座牢房虽然坚固，钥匙却一直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接下来要分享的6个策略可能会稍微冒犯你的直觉，但请你务必听完。第1个策略叫给完美装上倒计时。请记住这句话，完美主义本身没有罪，无限期的完美主义才是。你当然可以追求卓越，但你必须给卓越设一个截止日期。时间一到，无论作品是什么样子，都必须让它见光。乔布斯，这个世界上数1数2的完美主义者，偏偏最爱说一句话：真正的艺术家会让作品问世，产品再好，不推向市场，就只是仓库里的废铁；才华再高，不拿出来呈现，就只是一块硬盘上的墓碑。所以，从今天起，请为你自己的完美主义设定一个交货日期。你的作品必须在某一天，以某个还不够完美的样子，堂堂正正地走向这个世界。第2个策略叫把门槛降到荒谬。老子2500年前就讲过一个朴素的智慧：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可完美主义者呢，偏偏永远只盯着那个大字怕字，他们非要一步登天，非要一出手就惊艳四座。那怎么可能做到呢？做不到，于是干脆就不动。破解的办法出奇的简单，重新定义那个任务。别再命令自己写完这篇论文，只要求自己打开文档，敲下3个字。别再要求自己今天练出马甲线，只要求自己换上运动服，系好鞋带。别再逼自己马上开始创业，只要求自己约那位前辈喝一杯咖啡。这一步小到没有任何失败的借口，而神经科学的结论恰好站在你这边。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兴奋剂。你的身体一旦动起来，焦虑就会退潮，动力就会涨潮。万事开头难，这句话没说错，但只要你允许自己开一个糟糕的头，那个头其实一点都不难。第3个策略叫给初稿一块免死金牌，允许自己写得狗屁不通。海明威，那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硬汉，说过一句大实话：所有的初稿都是狗屎。你没听错，他是认真的。连海明威的初稿都是狗屎，他从来不敢指望自己第1稿就写出杰作。你凭什么要求自己一出手就必须是传世之作？写作的人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你永远改不出一份不存在的文件。所以先写出那堆狗屎来，再把它改得通顺一点，再把它改得像样一点，再把它打磨成一篇佳作。这个过程就是所有大师走过的路，而太多完美主义者终其一生都死在了那堆狗屎形成之前。第4个策略叫把证明题换成实验题。完美主义者不敢行动，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把人生过成了一道证明题。我必须要证明自己厉害，于是每一次行动都变成了考试，每一次失败都等于人格破产。心理学家德维克，
管这种心态叫固定型思维。这种人一辈子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那个脆弱的我很行的形象，生怕一不小心就被现实拆穿。现在请做一个心态上的大翻转，你不再是一个考生，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收集数据。成功了，收获正向数据；失败了，收获反向数据。无论哪种，你的实验都在推进，你的了解都在加深。当你从被审判的考场走进充满好奇的实验室，拖延就失去了它最后的土壤。因为好奇是人类最原始也最强劲的行动引擎。第5个策略叫固定投入，不固定产出。完美主义者的目光总是死死地定在结果上，但结果偏偏是你无法控制的。你控制不了今天是否灵感爆发，但你控制得了今天坐下来写满30分钟。你控制不了这个月体重下降多少，但你控制得了今天出门散步15分钟。你控制不了面试是否顺利，但你控制得了把简历一字一句地填完，把目标从结果搬到投入上。你会发现行动的阻力瞬间少掉了一大半。作家村上春树写了40年小说，他每天清晨准时起床，雷打不动地写作几个小时。无论心情好坏，无论灵感有无，他都坐在书桌前完成了固定的投入。正是这种近乎笨拙的坚持，让他成为了全世界最高产的作家之一。平庸的完美主义者用一生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伟大的长期主义者早就学会了在固定的时间里与那个平庸的自己坦然相处。第6个策略也是最后一个，叫给幻想做一次现实检验。下一次当你正准备在大脑里预演成功大片，请立刻按下暂停键，然后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这个幻想是我在规划未来，还是我在逃避当下？第二，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让我用这个不完美的自己去做，我愿意吗？第三，幻想中的成功真的等于现实中的成功吗？在这3个问题面前，大部分幻想会瞬间现出原形。心理学家厄廷根做过一系列研究，他发现那些对未来抱有最美好幻想的人，恰恰是行动力最差的人。在一个实验里，他让一组年轻人尽情幻想自己找到理想工作的场景，然后观察他们接下来的行为。结果令人目瞪口呆，幻想越美好的人，投出的简历反而越少。听起来不可思议，但逻辑其实很简单。你已经在脑海里预知了那份工作，你猜谁还会费尽力气去投出那份简历呢？幻想是完美主义者最甜的毒药，你越早戒掉它，就越早重获自由。在送你出发之前，我猜你一定还有个疑问，你会问，如果我放过自己，允许自己平庸，那我不是会变成一个毫无追求的人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平庸不是写出一篇不完美的文章，真正的平庸是连一篇不完美的文章都没有勇气写出来，是抱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幻想活成一潭死水。完美主义从来不是卓越的近义词，它只是恐惧的一个精致的包装。真正的卓越从来不诞生于完美的幻想，它诞生于第1000次笨拙的尝试，诞生于那些被你瞧不起的烂初稿，诞生于那个愿意跪在地上做脏活的平凡人。卓越是完美主义的敌人，而行动才是卓越唯一的道路。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尊举世闻名的雕塑，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曾有人问他，大理石如此坚硬，你为什么能雕出那样完美的作品？米开朗基罗回答，大卫本来就在那块石头里，我只是把多余的部分凿掉了。你听到这句话里的秘密了吗？哪怕是米开朗基罗也承认一个朴素的真相，杰作是一刀一刀凿出来的，是在现实里凿出来的，不是在幻想里空想出来的。
如果米开朗基罗只陶醉于脑海中那个完美的天使，而不让刻刀落在那块粗糙的石头上，那么今天人类的艺术史将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可他动手了，他让刻刀碰上了那块毫不起眼的石头，一刀又一刀，数月又数年，那块被所有人嫌弃的普通石材就这样在他手中变成了永恒。有意思的是，米开朗基罗本人也是一辈子与完美主义搏斗的人，他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作品，他终其一生都被那种我还不够好的念头撕扯，但他始终做对了一件事，他一直在凿，他从未停止让自己的刻刀与真实的世界发生碰撞。我想说的其实就在这里，才华救不了拖延，完美安抚不了恐惧，真正能带你走出牢笼的，从来不是幻想中那个无所不能的你，而是此刻这个笨拙的、忐忑的、微微颤抖的，却依然决定站起来动手的你。所以请把这句话钉在心里，你的人生不是简历上那个完美的职位，不是体重秤上那个理想的数字，不是别人眼中那个得体的形象，你的人生是你每一个真实做过的动作，是你允许自己笨拙地开始的那些瞬间，是每一次跌倒之后你没有逃走，而是又向前挪动了一步的倔强。卡夫卡的手稿差一点被烧成灰烬，你的梦想真的不该在幻想里无声地熄灭。所以现在，如果你正盯着那个迟迟不敢碰的大事，我给你一个最小的起跑指令，现在就打开那个文档，就拿出那支笔，写下那糟糕透顶的第一行，允许它丑陋，允许它平庸，允许它狗屁不通，因为那个糟糕透顶的第一行就是你逃出完美主义牢房的第一步，那个糟糕透顶的第一行就是你真实人生的第一块基石。完美是神的剧本，人间只需要开始，去开始吧。你欠自己的从来不是完美，你欠自己的是那块被你亲手凿下来的多余的大石头。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哪怕一点点触动，请一定记得点赞，点个订阅，把这条视频转发给那个和你一样正在完美主义里挣扎的朋友。你的一个赞也许就能帮一个人勇敢地走出第一步。咱们下一条视频再见。